信女何之意，愿奉3生共礼，祈求神佛保佑侯爷平安归来。夫人又在为侯爷求平安呢。侯爷出征整20年，府里若没夫人撑着，早就败了。谁说不是呢？20年日日焚香，哪怕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。可怜夫人这般痴心。听说当年尚书府的千金闹着不想守活寡，扭头就退了亲，唯独咱们夫人义无反顾地嫁了进来。痴心，在这侯府里最不值钱的便是痴心。侯府的赵桓为了个医女闹得满城风雨，如今又向圣上请战，去那苦寒之地。之意，你嫁过去，爹这心里不踏实。这门亲事，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的。爹，反悔了去嫁给您上司家那个流着口水的痴傻儿子吗？可赵桓心有所属，你嫁过去便是守活寡，爹是舍不得你受这份委屈。爹，这礼单上的东西，您勤勉一辈子也挣不来。在京城无人提拔，您便永远只是个九品小官。女儿不甘心，更不愿永远被人捏在手里，随意配给阿猫阿狗。这火坑，女儿跳得心甘情愿，也跳得理直气壮。何之意，你别对我有什么妄想，我心有所属。这辈子我的心都留在了边关，谁也拿不走。这正妻之位给了你，那是你何家祖上积德，你只需安安分分在府中替我尽孝。至于别的，你想都不要想。夫君之命，切身谨记。20年，虽然在外人眼里我守了20年活寡，但没了赵桓，这却是我过得最舒心的20年了。公婆愧疚，地契、库房尽归我手，在这府里，我才是说一不二的主。本以为他会死在那片沙场里。夫人，侯爷凯旋，车驾已到府门口了。夫君归家，这是天大的喜事。只是侯爷他，只是什么？说。侯爷还带了个18岁的女孩，说是养女。娘，儿子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环儿，这孩子……爹爹，这是奶奶吗？阿莹怕。娘，阿莹这些年受苦了，您别冷着脸吓着她。之意，你是这府里的主母，得给个章程啊。不过是代管家务罢了。之意，阿莹是阵亡副将遗骨，虽名义上是养女，但在我心里与亲生无二。你要像对待阿软一样对待她，不可有私心。夫君放心，妾身知道。爹爹，我要这个！这可是大小姐的心爱之物。爹爹说这府里一切都是我的，你这个坏女人，少让你的人管我。不过是个玩具，阿软，你是姐姐，该让着妹妹。好一个理所应当！赵桓，既然你这么疼这个讨债鬼，那我就把他宠到天上去，再看他怎么拉着你一起摔进地狱。环儿，这20年全靠之意撑着家，你带个孩子回来也就罢了，可你瞧阿莹这性子，半点规矩没有，你起码要注意影响，莫要寒了之意的心。娘，何之意不过是在府中伺候公婆打理家事，这本就是她的本分。阿莹随我在边关吃了18年苦，如今在自己家，要什么不该给？她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。她是侯府的管家婆，不是阿莹的亲娘。只要她安分守己，这侯夫人的位置，我给她留着就是了。阿软不哭，在这侯府，他拿走的越多，将来还回来的就越重。爹爹，我要住这里，这个小院好漂亮，还有热气。娘，这是阿软的院子，那些草药和池子。夫君，这温泉小院是因阿软体弱会寒，妾身花了3年心思精心布置的。阿莹若喜欢，库房还有几处空池。阿莹随我在边关风餐露宿18年，
如今要个院子罢了，有何不可？坏女人的女儿就是小气。爹爹，我就要这个小院。何之意，立刻让人把院子腾出来。你身为嫡母，该有的度量得有的。夫君教训的是妾身考虑不周。明玉，带人去把大小姐的东西搬出来，再到库房把那对红珊瑚和珍珠帘子都抬进温泉小院。一股药味，真难闻！快把我爹爹给我买的虎皮毯子铺上。听阿莹的，只要阿莹喜欢，拆了重建都成。娘，那兰花是阿软种了3年的，您真的把院子给他了吗？阿软乖，不哭，书院安静，去那儿住几日。娘答应你，不出几日，他就得跪在院门口求你回来。小姐，侯爷也太欺负人了，那阿莹一口一个坏女人，摆明了是有人教唆。教唆又如何？赵环带回来的养女，谁能拦得住她？那咱们就这么忍了？去几位交好的夫人府上走动走动，就说哪怕阿莹是夫君在外面的骨血，我何之意身为正妻，也定会视若己出，好好补偿。这话记得要传进赵环和公婆的耳朵里啊。何事吞吞吐吐？侯爷，外头有些传闻，说是夫人在外走动时对几位尚书夫人交了底。他说本侯什么？夫人说她心甘情愿让出阿软的院子，还说哪怕阿莹真是您的亲骨肉，她既为主母，也该视若己出，好好补偿。京城人人都说夫人贤德大度，是咱们侯府的福气。他竟真是这么说的。昨日我那般当众落他的面子，他竟还在外头顾及我的名声。夫人还把库房钥匙交给了老夫人，说是怕自己思虑不周，委屈了二小姐，请老夫人亲自拨宝物去小院。何之意，你这般大度，倒显得本侯像个冷血薄情的恶人。死女人，你看这簪子好看吗？我从阿软那儿拿来的，反正她现在住书院也用不着。二小姐眼光真好，这翡翠蝴蝶簪灵动，正配你这活泼的性子。我拿了这些，你那个病秧子女儿不会躲在被子里哭吧？怎么会？阿软身为长姐，能有东西让妹妹欢喜，是她的福气。既然带了簪子，手腕上总不能空着。这对翡翠镯子是库房里压箱底的宝贝，来，母亲给你戴上。这镯子有灵性，戴上了就别轻易脱下来。呸！这京城的女人就是虚伪，我那样调戏，她居然还能笑得出来，真是没种。小姐，夫人那是对您好呢。她知道您是永宁侯府的小姐，自然是要让着您的。好，那是装的，为了保住她侯夫人的名头，在那演贤良淑德，一点不如我们边疆洒脱，看不顺眼就挥鞭子。这种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伪君子，迟早有一天我要撕烂他的脸。等我正式进了族谱，这府里所有的宝贝全都是我的。坏女人女儿的东西我才不稀罕。坏女人给的镯子倒是不错。之意，这20年辛苦你了。今日听闻你在外的言辞，本侯才知道，这些年是你受了委屈。夫君言重了，夫妻一体，只要夫君平安归来，这点流言蜚语，妾身受得住。阿莹的事，是我误会了你，以后在这府里没人能越过你，本侯定不负你。夫君不必自责，阿莹那孩子眉眼间像极了那位，妾身看着她便觉得亲切，自然想多疼她些。赵环，接着，这可是本姑娘忙活3个通宵才拿好的，你若敢弄丢了，我削了你的皮！丢了什么也不能丢了你的心意。等我下月考了头名，定请母亲上门提亲，非你不娶。心上人远赴边关，我要去寻他，哪怕翻遍每一寸黄沙，也要带他回来。难为你心细，阿莹若知道你这般疼她，定会感念你的好。感念？赵环，你真是被那所谓的情深蒙了眼。
你越是觉得我大度，我接下来的每一刀，你就越是躲不开。爹爹，这京城的吃食真没劲，一股子软绵绵的味儿。坏女人，爹爹说你是这府里的管家婆，那这钥匙是不是我也能拿来玩玩啊？二小姐，那是主母管事的信物，不可胡闹。之意，阿莹在边关自由惯了，她不过是想帮衬你。你若累了，就分几处铺子交给她打理，让她学学京城的规矩。夫君说的对啊，阿莹这般聪明，管家之事定是一学便会。明玉，把城西的铺账本都送到温泉小院，让二小姐练手。爹爹，你瞧，他就是个没脾气的怂包。女儿就说，这侯府啊，还得是咱们说了算。既然家里的事阿莹已开始上手，那便再往前走一步。3日后，我请宗族耆老齐聚正厅，我要在大厅摆宴，让大家认认阿莹，免得外头总有风言风语，说我赵桓待养女不公。阿莹既然入了大门，确实该见见长辈。夫君放心，妾身这就去准备礼服、席位供奉，定会办得妥妥帖帖，不会落了侯府的脸面。爹爹，阿莹真的能进族谱吗？阿莹好怕那个坏女人在背后使坏。别怕，何之义虽然出身低微，但胜在听话大度，有本侯在，没人敢拦你的。那等3日后宴席过了，我娘亲在九泉之下，是不是也能安息了？她临死前都惦记着，说没能让阿莹堂堂正正的站在阳光下。你娘这辈子受的委屈，本侯都会在你身上补回来。谁若敢挡你的路，本侯就杀了谁。爹爹真好，何之义，你以为给几串钥匙就能打发我？等我成了名正言顺的赵家二小姐，我要让你那个病秧子女儿彻底滚出侯府去。小姐，您怎么还笑得出来？那串钥匙可都是您经营多年的心血。还有3日后的认亲大宴，侯爷分明是要把那野种抬到您头顶上，让全京城看您的笑话。您倒好，不仅不拦着，还亲自去操办礼服供奉，这不是自己把脸往地上踩吗？慌什么？那几家铺子的掌柜全是何家带出来的老人，阿英拿着钥匙去，只会看到一堆吐不出来的赤子和填不上的亏空。那丫头自以为捡了金山，实则是接了火盆，她越贪，这火就烧得越旺。可那宴席，赵桓越是想大张旗鼓地给她抬身份，到时候这出戏就演得越精彩。去通知赵安，我要的东西可以动手了，记住，别让侯爷的人察觉。何姐姐，你这心肠也太软了，为了这么个孩子操持这样周全，我瞧着都替你委屈。妹妹胡说什么？夫君的孩子便是我的孩子，他在边关10年不易，我这做妻子的总要全了他的心愿。永宁侯夫人贤德，真乃我赵氏宗亲之范。瞧那孩子，首饰戴的比主母还多，吃相也粗俗，没有一点侯府千金的样子。听说刚进府就抢了嫡姐的温泉院子，没娘教的孩子到底是烂泥扶不上墙。边关回来的，连席间礼仪都不懂，真是粗俗。我爹爹说在边关打了胜仗都要大口吃肉，我在自家还轮得到你指指点点？阿莹心直口快，大家莫要见怪。何姐姐，你家二小姐果然真性情，只是这般做派，怕看婆家都能。阿莹，长辈是疼你，快喝口茶压压。是知意教导无方，夫君说阿莹受了10年苦，我便只顾着补偿，竟忘了教她规矩。知意，难为你了。阿莹，还不快谢过你母亲？谢母亲。等我入了族谱，第一件事就是撕烂你这副假脸。这夫人操持的真细，连祭祖的香都是上品，可惜啊，抬举的是个野丫头。今日请诸位耆老宗亲齐聚，不为别的，阿莹入府多日，本侯不忍她名不正言不顺。今日本侯欲正式开祠堂，将阿莹记入赵氏族谱，
承袭侯府二小姐之位。侯爷，族谱乃家族命脉，岂能容一个来历不明的养女玷污血脉？是啊，侯爷，若无真凭实据证明这孩子是你亲生，绝不能入谱。这些老头好凶！我不入族谱了，爹爹，咱们回边关吧，阿英有爹爹就够了。本侯说是，他就是，谁敢再多言？夫君息怒，族老们也是为了侯府千年的声誉着想。阿莹这孩子懂事，怕夫君为难才说要走，可越是这样，越不能让他受了委屈。阿莹，你若真是你爹爹的亲骨肉，又何必怕查？只要过了老祖宗留下的那一关，从今往后，没人敢说你一个不字。这坏女人竟然激我，等血融在一起，看我不撕烂她的嘴！好，扎就扎，扎了针。阿莹就是爹爹真正的女儿，到时候你们谁都没法赶我走。不愧是我赵桓的女儿，有骨气！来人，上清水！本侯的血，自当流着赵家的气节。瞧侯爷这神气，怕是错不了。要是真容了，那何夫人的日子可就真难过了，还得亲自供着这私生女。赵桓，你既然这么想要一个结果，那我就如你所愿。只是不知道这份大礼你接不接得住。爹爹，我也来。聚了，聚了！快看，要融了！呵呵。不可能，一定是水太凉了。是坏女人动了手脚！坏女人，你竟敢毁我名声，在水里下毒！妾身今日为了这大宴，三更便起，事事亲力亲为。阿莹本就是养女，血不相容是天意。夫君何苦为了一个真相，当众让妾身难堪，让侯府蒙羞啊！假的，全是假的！这群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竟敢联手戏弄本侯！赵恒，这就是你给我们的交代？拿个野种来搪塞宗亲，你对得起祖宗，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？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说，这水是谁准备的？是不是何家收买了你，让你在水里放了碱？侯爷冤枉啊！这水是后院井里刚打上来的，半步也没离过眼，满座宾客都能作证啊！赵安，你死哪儿去了？给我滚进来！侯爷，你去带上本侯的贴身腰牌，去后院亲自提水，把本侯书房那只御赐的金边玛瑙碗也拿来。卑职这便亲自去。谁也别走，本侯今日就在这儿等着。若换了水还不容，本侯提头来见。爹爹，等水来了，阿莹证明给爹爹看。爹爹，疼！阿莹好疼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快容！阿莹她是我在边关看着长大的，不可能不是我的种。方才还说视如己出，如今看来，这“己出”两个字，真是京城最大的笑话。赵桓，证据确凿，这孩子绝非你赵家血脉，今日硬要将其记入家谱，是要我赵家百年清誉毁在你手里吗？放屁！他的眼睛，他的鼻子，哪一点不像我？定是你们这群老东西心怀嫉妒，看本侯立了战功，故意使这种下作手段来羞辱本侯。说，到底是谁在水里动了手脚？侯爷，属下用项上人头担保，这水是属下亲手从后院深井提上来的，金边玛瑙碗也是属下亲手洗净，全程未离视线半步，绝无问题。爹爹，爹爹你怎么了？阿莹害怕。爹爹，我要找娘亲。娘亲，好一个娘亲！杂种！你们母女竟敢联手耍我！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亲生父亲，却让我赵桓替别的男人白养这么多年女儿。夫君，休要胡言。20年，我赵桓这20年在边关厮杀，为给那女人一个名分，我甚至想把赵家的一切都留给这个孩子。到头来，孩子不是我的，耍我！
你们竟敢这样耍我！侯爷，万万不可！此处乃是赵氏宗堂大厅，祖宗牌位在上，不可见血啊！这可是一条人命，即便不是亲生，也罪不至死啊！拿开，这药苦死了！我是侯府的二小姐，你们竟然拿这种马尿来毒我！二小姐恕罪，这是太医特意开的补方，我不喝，我要娘亲。要是娘亲在，她一定会把药做成甜甜的糖丸。我好想娘亲。阿英乖，只要你肯喝药，爹爹明天带你去猎场骑马。在这永宁侯府，阿莹永远是最尊贵的小公主，爹爹会护你一世周全。爹爹最好了。爹爹，我不要！你也配叫本侯爹爹？多叫一声，本侯就觉得恶心透顶。去地狱问问那个贱妇，到底谁才是你的野爹？娘亲救我！收手吧！我要为了这种东西，为了你一辈子的清明！让开！何之意？你再敢拦我，我连你一并杀了！这个孽种毁了我赵桓一辈子的英名！夫君，你请回头看看。夫君，今日你若当众杀了他，暴虐弑杀的折子，明天就能让你10年军功毁于一旦。为了这么个妇不情的脏东西，葬送赵家满门的荣耀，你觉得值吗？你母亲说的对，杀你这种脏东西，只会玷污了本侯的宝剑，脏了赵家的祠堂。来人，把这来历不明的杂种给本侯扔出府去，扔到西郊荒院里，任其死活。从今往后，谁敢踏进那院子一步，乱棍打死！侯夫人当真是贤德，临危不乱，保住了侯府的体面。知意分内之事，惊扰各位长辈了。明玉，送各位长辈出府，备厚礼压惊。不可能，一定是那个坏女人灌了血，血怎么可能不相容？我明明是侯府二小姐。夫人，阿莹错了，求您救救阿莹！外面好冷，阿莹没地方去，求您了！是我不该抢阿软的东西，不该骂您坏女人。好孩子，其实你生母当年我是见过的，她当年是何等的清高自傲，为了名分宁肯远赴边关。她若知道她的女儿如今跪在这里，像条狗一样摇尾乞怜，恐怕会气得再死一次。她当年可不会像你这般哭得这么可怜。就是这张脸，当年生生撕碎了永宁侯府的100年体面。瞧瞧，堂堂小侯爷，竟然为了个低贱的采药女，连尊卑都不要了。狐妹子就是狐妹子，尽使些下作手段。那样的出身，给她个侍妾的名分都是恩典了，还妄想正妻之位。你若不跟那医女断个干净，便在这儿饿死吧！侯府绝不准这种出身的女子进门。我不听，我这辈子非她不娶，什么爵位，什么体面，我通通不要，我只要她。我妥协了，母亲答应让你入府，虽是侧室，但我发誓，这辈子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。侧室？赵桓，你口口声声的真情，原来只值一个妾字。这侯府的火坑，你自己留着慢慢熬吧。阿莹，父亲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他毕竟疼了你18年，怎么可能说放就放呢？夫人，你是说爹爹还会要阿莹吗？那是自然，你长得那么像那个人，他舍不得的。你乖乖在这里待着，好生歇着，过几日等他气消了，他的心自然还会回来的。赵桓的心，他的心早就碎在那碗不相容的血里了。接下来，我不仅要吃掉他的侯府，还要他在愧疚与绝望中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小姐，办妥了。那银姑娘是一路哭着被撵出来的，温泉小院的一草一木，奴婢都没让她沾。她没闹着要见侯爷，闹得嗓子都哑了。可侯爷现在连大门都锁了，谁也不见。那这是他抢走的首饰，奴婢全搜回来了，翡翠簪、嵌宝项圈，一件不少。这脏东西带过的，奴婢一会儿就让人拿开水煮了，再用檀香熏上7天，免得污了咱们大小姐。熏干净些，过几日接阿软回家。小姐真是菩萨心肠，那种野种就该乱棍打死，您竟还让他搬去荒院，管他吃住。打死那是便宜他，
我要让全京城都看看我这个被羞辱的正妻有多大度。留着阿莹，赵桓每见她一次，心就扎一次。我要让她这辈子只要闭上眼，就能想起自己被那个医女当成傻子耍了10年，这种恶心，你死难受。小姐操持10年，奴婢就是替您不值，值不值不在这一时。去给阿婉写信，就说家里的脏东西扫干净了，接她回来泡温泉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20年，我把他添心窝子放了20年，我以为这是这世上最干净的真情。阿环，这布料是我用旧裙子裁的，你穿着它往后打仗杀敌，每一里路都有我陪着你，你可别嫌这活粗。我怎么会嫌？这是我的命根子，我赵桓这辈子只认定你们娘俩。等大军凯旋，我一定带你们回京，给阿莹全天下最好的东西，给你最尊贵的名分。阿环，只要有你在，阿莹就是你的亲骨肉，你一定要护好她，别让她受半点委屈。那当然，她流着我的血，谁敢动她，本侯就砍了谁。护她一世周全，流着我的血，哈哈哈！骗子，全是骗子！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原来全京城都在笑我赵桓是个戴了10年绿帽子的傻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为了那贱人冷落了知意10年，我甚至想为了一个野种把这侯府的爵位都传下去，我真该死，我赵桓真该死。若非知意在大宴上全了我的体面，今日我怕是连这书房都进不来，直接被投进大狱了。知意，我的发妻，唯有她才是我赵桓唯一的依靠。侯爷，您慢点，地上有水，小心滑倒。属下这就送您去侧阳房，那边已经备好了醒酒汤。滚！谁给你的胆子碰本侯？滚开！开门！知意，你还没睡对不对？开门！我有话对你说。小姐，侯爷这是喝了多少啊？听着生气，怕是憋了满肚子的委屈和愧疚，想来寻您了。让他敲。小姐，您现在开门受点委屈，往后这侯府的恩宠不就全是您的了？咱们何家也能跟着彻底翻身啊！开门！现在开了门，让他抱着我哭一场。明天醒了，他只会觉得这债已经还清了。愧疚这种东西，只有得不到宣泄，才会像腐骨之躯一样，一寸寸咬穿他的心。知意，我错了，是我不该听信那人的一面之词，我竟然怀疑你动了手脚。你让我进去，我亲自给你赔罪好不好？不便。知意，你是在为白天阿银的事使性子，还是怪我冷落了你们母女？妾身哪敢使性子？夫君瞒我10年，另立家室，甚至想在宗亲面前逼我认下私生女。夫君，在你心里，我何知意就是那种需要被你这般算计的妒妇吗？不是的，知意，我只是被那个贱人蒙了心，我从未想过算计你。从未算计？那今日若血融了，夫君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一封休书，要给那个医女腾地方了？那一刻，我确实想过，如果阿莹是我的种，我要如何抬高她的身份。可现在想来，我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。小姐，这话重了，万一侯爷恼羞成怒。夫君请回吧，妾身现在一闭眼，就是那盆溅在裙摆上的污血，那血没融，是老天爷给妾身留的最后一点体面。求夫君别连这点体面也给妾身撕碎了。我真是个混账，知意，我对不住你，我对不住阿软。小姐，您怎么能把他往外赶呢？万一他一气之下真的再也不进这屋了，那可怎么办？他不进这屋，他的愧疚就没处撒。明玉，他现在觉得我是受了天大委屈的圣人，而他是个被野女人耍了10年的蠢货。这种心理上的压制，比睡在一起有用100倍。可这往后怎么收场？收场？这才刚开场。明玉，去库房领2坛最烈的酒，送去书房，动静闹大点，要让前院后院的家丁婆子都看见。
就说侯爷由于羞愧难当，在书房自罚酗酒。既然他想演深情，我就送他一出悔不当初的大戏。怎么还送？侯爷方才在大门口闹的那一通，已经把力气用尽了。赵统领，夫人刚在屋里哭得肝肠寸断，直说心疼侯爷字字泣血的认错。侯爷非骂自己糊涂，没脸见祖宗，非要借酒自罚。夫人也是不忍，才命奴婢送这烈酒来，好全了侯爷这份悔过之心。进去吧，小心伺候。是知意让你来请我了，我就知道他终究是舍不得我一个人受苦。回侯爷，夫人见您今夜烦闷，特意让奴婢送几坛酒来。夫人说，既然侯爷觉得对不住他，想借酒消愁，那便喝个痛快。夫人还说，今夜主屋那边他已经亲自落了锁，说是要为阿谀抄经祈福，不宜见客，请侯爷自便。好一个抄经祈福，他这是连看都不想看本侯一眼了。拿过来，都给我放下！本侯今日就是要喝个痛快，谁也别拦着。消愁，何以解忧？唯有这断肠的药。你告诉我，到底什么是真的？你到底是谁的女人？骗子，全家都是骗子！何之意骗我，你也骗我，你们都想要我的命！醉吧，赵桓，在这醉梦里，你会发现，你引以为傲的一切情深，都是我亲手为你编织的丧钟。今日这病，装的倒是及时，还是老夫人睿智。若非您没出席，白日那场滴血认亲的笑话，咱侯府的老脸真没处搁。2滴血死活不容，满堂宗迁都看着呢。环儿这回是把老祖宗的脸都丢尽了。我这儿子自诩情深，到头来竟是个替人养种的傻子。老夫人宽心，好在咱们那位侯夫人是个稳得住的。您没瞧见那一地碎瓷和血水，何夫人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她端着主母的架子，礼数周全的把客人都送走了。你说知意，当初选他就看中他父亲官小，家境单薄才好拿捏，且那时候京城贵女谁肯嫁进来守活寡？没成想这10年他把侯府打理得滴水不漏。这儿媳妇当初是块挡箭牌，现在倒成了侯府的主心骨。可不是嘛，全京城都在夸何夫人大度贤惠，只要这事儿消停了，咱侯府的底气就还在。这份心气儿倒不像个小门小户出来的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！毛手毛脚，成何体统？侯爷在书房发了疯，喝得烂醉，谁也拦不住。他砸了皇上赏的玉瓶，还要提剑杀人。不省心的畜生！他口中骂着什么？骂那位医女是骗子，骂二小姐是孽种。侯爷嗓门大，闹得前院后院全都听见了。家门不幸，真是家门不幸！这种丑事，舞都来不及，他竟还要闹得满城风雨。走，备轿！我倒要看看这个痴情种还要丢多少脸。周嬷嬷，把我的药带上，我怕被他气死在半路。作孽呀，真是作孽！滚！全给我滚！通通都是骗子！老夫人，你总算来了。侯爷在里面酗酒，属下们实在劝不住。侯爷说谁进去就砍了谁。我是他亲娘，他难不成还要弑母？把门给我撞开！你们都在外候着，周嬷嬷，关门！这种家门丑事，绝不能传出这个房门。是你吗？你终于肯回来了。赵桓，你总说我穿什么都好看，可我觉得蓝衣最配我。你可得记住了，这辈子你眼里只能有这一抹蓝。要是看错了旁人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记住了，刻在骨子里了，绝不会认错。竟敢骗我！环儿，你在混说什么？你看清楚，我是娘，你疯魔了不成？快别喝了，跟我回去！骗子！你们母女联手骗我！你说蓝衣最衬你，可
可你竟然穿着这身衣服，怀了别人的种！你说话呀！你不是说阿莹是我的骨血吗？为什么血不容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你在混说什么？我是你娘！环儿，你喝糊涂了，快把酒放下！滚开，别碰我！这双手刚才是不是也抱过别的男人？孽障，你竟敢对老身动手！贱妇，你拿个杂种来羞辱我，还敢在我面前装神弄鬼！环儿，我是你亲娘，你看看我，去死吧！环儿不可！来人呐！侯爷杀母了，快救老夫人！畜生，你要翻天不成？他死了。我打死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孽障！愣着干什么？派老夫人去请太医，把这个孽障给我捆了，锁进柴房。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放他出来。赵家100年的名声，全毁在这畜生手里了。小姐，您可听说了？昨儿个夜里，书房那边闹翻了天。听说侯爷喝得神志不清，错把穿着蓝衣的老夫人当成了那个医女，反手就是一个酒壶砸了过去，老夫人的额角当场就被砸开了，血流了好久。哦，闹得这么大，可不是吗？要不是老侯爷及时赶到，给了他一板凳，这侯府今天怕是就要办丧事了。现在府里下人们都在传，说侯爷这是中了邪，连亲娘都不认了。意料之中，赵桓此人外强中刚，他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就是那点深情，如今发现那情深是场笑话，他最受不得的就是背叛。他不砸，老夫人怎么会明白他儿子心心念念的纯爱就是一场灭门的祸害？明玉，吩咐小厨房熬一盅安神补气的雪参药羹，记得火候要足，药味要浓，务必让人一闻就知道是下了重本的。小姐，您这是要亲自送过去？公婆现在满心都是羞愧，我若此时不去，他们这份愧疚该往哪儿放？这侯府的大权我不抢，我也要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双手捧到我面前。赵桓，你越是疯癫，我就越是这侯府唯一的清醒人。记住，一会儿到了那儿，你的嘴要严，眼要红，哪怕是一个眼神，也要让老夫人觉得咱们是受了天大委屈却还要尽孝的苦主，懂了吗？奴婢明白，奴婢一定把这出戏演足了。走吧，去瞧瞧咱们那位受伤的娘。娘，儿媳来迟了，让您受了这么大的罪。志毅，好孩子，昨日是环儿对不住你，是我们侯府对不住你呀。娘快别这么说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既然我和之意嫁了进来，这辈子就是赵家的人，无论夫君如何，儿媳都会辅佐您和公公，把这个家照顾好。好孩子，难为你这么明理。去，把那个紫檀锦盒拿来，这些是西市最繁华地段的30间铺面，日进斗金。你收着，这是娘的一点心意。老爷也说了，户部侍郎的位置已经打点好了，不日便会给你爹下调令。娘，这些太贵重了，儿媳拿着。娘现在只盼着你和环儿往后能好好的。娘放心，儿媳明白的。这30间铺子不过是为何家铺的一块砖。小姐，老夫人这次是真的疼了心了。这30间铺子，再加上之前公公给的那2处良田，咱们何家的家底，怕是比京城里好些老牌贵族还要厚实了。疼心，他那是怕我因为这件事寒了心，怕我爹在朝堂上给侯府使绊子。10年前，赵桓为了那个医女推了尚书府的亲，闹得满城风雨，最后拍拍屁股去远征胡族。公婆心中有愧，为了安抚何家，生生将我爹这个9品小官提了2级。是啊，后来您生下大小姐，公婆更是把库房钥匙都交了。这10年来，赵桓在边关挥汗如雨，我在这侯府如鱼得水。他带回个野种想恶心我，没成想却成了我送我爹上位的东风。赵桓，你的愧疚能换来地气，你的放浪能换来官职，这一局我稳赚不赔。那咱们还需不需要再往老夫人那儿送点药？不必了，过犹不及。现在
该去接我们阿软回家了。哎呦，我的乖孙女，快让奶奶抱抱！这些日子在书院受委屈了吧？阿软，拿着，这是爹爹从西域带回来的暖玉，最是养人。谢谢爹爹，谢谢奶奶。既然是长辈给的，阿软便收下。往后没人能再抢你的院子，也没人能再让你受委屈。之意，以前的事是本侯昏了头。夫君说笑了，一家人何必提那些不开心的？来，乖孙女儿，吃一颗。这葡萄是刚从冰窖里取出来的，甜得很。动作轻点，那南海珍珠莲子要是磕了一颗，仔细你们的皮！谢谢奶奶，奶奶您真好。阿软，好久没睡过这么软的枕头了。好孩子，是奶奶糊涂，奶奶竟然信了那个骗子的鬼话，让你去书院受冻。之意，你瞧瞧阿软，这通身的气派才是咱们侯府嫡女，那个野种简直是脏了这屋子。娘快别这么说，阿软年纪小，只要能回家陪着您和夫君，她心里就没委屈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只要家里往后和和气气的，比什么珍宝都强。也就你这么大度，阿软，以后这院子要是哪里住的不顺心，尽管跟奶奶说，奶奶让你爹找最好的工匠重修。只要娘和奶奶在，阿软住哪儿都好。嬷嬷，我求求你，给我一点热汤吧，我饿得胃疼。热汤？哟，二小姐，您这还没醒梦呢，偷了咱们侯府整整10年的富贵，吃了多少山珍海味，如今身份穿帮了，有个土屋遮头就是夫人积德了。还看什么看？这种玩意儿也是你个野种配玩的？那是我的，是我爹爹给我的。侯爷正和大小姐喝茶呢。你那个生母在九泉之下，要是知道你现在这副狗样，怕是都要气得诈尸了。就是偷来的宠爱，终究是要还的。别叫了，再叫连这碗馊饭都不给你留。爹爹，你来接阿莹啊！阿莹没骗你，爹爹。我可怜的孩子，在外面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快让外婆看看，是不是在那侯府没吃饱饭？外婆别哭，阿软现在好好的，娘亲把坏人都赶走了。阿软昨儿还搬回温泉小院住了呢。老爷，你瞧瞧，孩子才多大呀，却要遭这种罪！混账！赵环简直目中无人到了极点。他当我何家是什么？当我何父的女儿是什么？他竟敢把一个父不明的野种带回家，还当着全京城宗亲的面逼你认下。他这是要把你的脸面往泥地里踩，是要毁了你的一辈子啊！老爷，您是没瞧见，那日大宴上那雪不容的时候，侯爷的眼神恨不得把小姐给吃了。够了，这侍郎我不当了。之意，阿然跟爹走，我何年就是辞官归田，回老家种地，也绝不用我女儿受辱换来的前程去装点门面。爹，您先坐下，听女儿一言。之意，爹是心疼你呀。我好好的女儿嫁过去守了10年活寡，如今回来了还要受这种委屈。爹，女儿知道您疼我，可您想过没有，若您现在辞了官，咱们回了乡，那这10年来女儿的忍辱负重，阿软受的冷言冷语，不就全都白费了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若您现在走了，赵涵只会觉得我们何家骨头软，受不住压力逃了。公婆给的那点铺子和地契，还有他们此刻那点可笑的愧疚，瞬间就会因为我们的离去而烟消云散。我们要的不仅仅是这些身外之物，我们要等您借着这阵愧疚的东风，真正爬到高处，在京城文武百官面前站稳脚跟。到那时，女儿和阿软自然不会再受半点委屈。之意，以前你最爱在爹怀里撒娇，受了一丁点委屈都要告诉爹爹。可如今，你这性子冷得让爹快认不出了。你刚才说那些话的时候，爹竟然觉得你比那赵涵还要狠。爹，若不狠，女儿和阿软现在怕是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。您是不是忘了10多年前咱们刚接到调令进京时的模样了？哪来的土包子？这马车的酸味隔着半条街都能闻到，真是脏了这京城的路。瞧那包袱皮，9品官的女儿，这京城什么时候连要饭的都能当官了？各位小姐受惊了，
马车不稳，老朽这就挪开，这就挪开。有些人为了那点微末权势，竟然能把脊江折断成这副模样，活像条摇尾乞怜的狗。我啊，宁可死在那黄沙里，也绝不活成他们这般卑贱样。你说的对，这世间庸才千万，唯有你这一副铮铮铁骨，才配得上本妃。这种人本就不该出现在京城，脏了眼。走吧，去踏青。快别看了，低头，那是永宁侯府的小侯爷，捏死咱们就像捏死只蚂蚁。爹，那天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在这京城没有权势，你即便读破了万卷书，也抵不过人家马蹄溅起的一团泥。你没权，你就连狗都不如。是爹没用，爹当年护不住你，如今还得让你护着爹。赵桓以前看不起我们，因为他是高高在上的侯爷，可如今他不得不讨好我，不得不为何家出力。爹，只要您站得足够高，这京城里谁也不敢再提那九品小官4个字。阿阮日后不仅要做侯府的嫡女，她还要做京城最尊贵的，连公主见了都要礼让3分的县主。这路女儿替您铺好了，您只管往上走，千万别回头。爹知道了。知意，是爹这辈子太窝囊，总想着清者自清，却让你在那个深宅大院里被人生吞活剥。你放心，既然这侍郎的位置是拿你的委屈换回来的，那爹不仅要坐稳，还要做得比谁都大，比谁都高。我要让这京城的文武百官都看清楚，我何年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？我要让那赵桓，让整个永宁侯府，往后凡事都要看你的脸色行事。你的一句话，就是我何家的圣旨。女儿谢爹爹成全，往后咱们父女同心，定要这京城的天换个颜色。云片糕是刚出锅的，阿阮在书院时最惦记这一口，多装几盒。还有这2匹刚进贡的软烟罗，轻薄透气，最适合给阿阮裁下裙。侯府那个冷锅冷灶的地方，你要是住得不顺心，就常带着孩子回来，娘给你做红烧肉。外婆，阿阮会听话的，阿阮还要穿外婆亲手做的绣鞋。拿着，在侯府里别省这些身外物，打赏下人要重，买通消息要快。爹现在的俸禄和那些铺子的进项，足够供得起你们母女挥霍。记住，赵桓若是敢再断你们的开支，你就直接给爹捎个信儿，爹让他在户部连张纸都领不出来。爹，娘，保重身子，女儿在侯府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小姐，咱们何家真的是不一样了。老爷刚才那个眼神，奴婢瞧着都有些怕。怕什么？只有这样的眼神，才能在京城杀出一条血路。赵桓，你看，我的台阶已经一级级筑好了，每一级都踩着你的血泪和何家的野心。接下来的路，我要你跪着走完。夫君醒了，这伤口可还疼？明玉，快把那消肿的玉露膏拿来。知意，昨日是为夫混账，我对不住你，也对不住阿阮。夫君言重了，夫妻本是一体，夫君荣耀，阿阮才有关照。我当年去了边关，确实寻到了他。这辈子，我赵桓只认你一个妻子。阿环，只要有你在，阿莹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。他随军救人，后来染了疫病，我拼了命立功，就是为了带阿莹回来。我以为那是我的根，可我没想到，他临死都在骗我。他竟然拿个杂种来换我的命。知意，这几日我想了许多，是我这10年被朱由蒙了心，被那个满嘴谎言的女人骗得团团转，往日种种皆是我混账。从今往后，那些边关的、京城的，所有不干不净的前尘旧事，我都会割舍得干干净净。我们日后好好做夫妻，我只疼你和阿阮，咱们重新开始，可好？夫君能这样想，妾身便是受再多的苦，也觉得值了。过去的事，只要夫君想让它过去，那它便从未发生过。夫人，谢谢吧。侯爷在边关风花雪月，连封家书都舍不得给您，您这又是何苦？
连大小姐病了都得您自己抠着私房钱去请大夫。我不苦，他不在，这府里的每一厘银子，每一寸地气，才真正姓何。阿软，你看，爹爹不在，咱们才能把这侯府一点点拆了吃下去。可笑至极，在外与旁人恩爱20年，带回个杂种逼我认下，如今发现是一场空，便想回头寻个安慰。赵桓，你终究是把自己想得太重了些，也将我何之意想得太卑贱了些。夫君，大夫说你额上的伤口还没结痂，不宜大动气疗。夜深了，咱们早些安置吧，让妾身好好伺候夫君休息。如何？那边可有动静？回老夫人，成了。主屋那边的灯才刚已经熄了，奴婢特意在门口多候了一会儿，听着侯爷今晚是没打算出来了。好，熄了灯好啊，我就知道知意这孩子终究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大度性子。是啊，侯爷这次闹出这么大的笑话，要是换个心气傲的，这侯府怕是早就散了。还是老夫人有眼光，选了这么个能容人的儿媳妇。这下咱们侯府总算是稳住了，只要他们小两口能重修就好，再加把劲儿生个正房嫡子，外面那些关于野种、关于背叛的安杂事儿，很快就会被京城的人忘了。明日一早，把西郊荒院那个杂种的月例再扣一半。只要知意能舒心，那个脏东西死在马棚里也不打紧。奴婢省得，这就去办。瞧见没？那就是永宁侯和夫人，前阵子不是说闹得挺凶？哪儿啊？你瞧侯爷那眼珠子，恨不得长在夫人马车上，这叫闹僵了。我看是恩爱的紧。知意，小心脚下。多谢夫君。侯爷、夫人，今儿个刚到了几匹苏州进贡的流彩暗花云缎，正想往府上送呢。不必挑了，这一排还有那一架子，只要是夫人称得上的，通通包起来送到侯府。夫君，这太多了，库房都快放不下了。知意，这10年你在京城受委屈了，本侯以前没眼光，往后本侯定要让你做京城最显贵的女人。夫君待我真好，看啊，这就是京城，只要我愿意演，所有人都会配合我把这出恩爱戏演到谢幕。在边关时，总觉得大漠孤烟才是男儿归宿，如今回了京，陪着你在这儿走走，才觉得那些年错失了多少风景。知意，以后我哪儿也不去了，我就留在京城，日日陪着你，教导阿软。夫君当真舍得那万马千军？舍得，那些功名利禄，比不得这一水温香。那妾身可就天天守在门口，等着夫君下朝了。爹爹，明天咱们还去逛街吗？去，阿软想要什么，爹爹都给。爹爹，阿莹错了，阿莹再也不敢要姐姐的院子了，求求你看看阿莹吧，那里好冷，马棚里有耗子，阿莹要娘亲，爹爹你带我走吧。放手！你这肮脏东西，也配叫本侯爹爹？爹爹，本侯说过多少次，这野种再敢出现在主院，就乱棍打死！知意，是本侯治家不严，惊着你和阿软了。阿软别怕，爹爹在，这种脏东西再也不会出现了。引以为傲的血脉和宠爱，在这一脚面前，根本不算什么。何姐姐，咱们认识这么多年，我今日才算是服了你了。可不是，那日认亲宴上的事儿传遍了京城，大家本都替你捏把汗，没成想你竟然处理得滴水不漏，不仅全了侯爷的面子，还让那野种现了原形。妹妹们谬赞了，那种情形下，我身为侯府主母，若不稳住，赵家的脸面往哪儿搁？姐姐这份定力，京城谁不竖大拇指？更难得的是，现在谁瞧不出侯爷对姐姐是真心真意？这2日天天陪着你逛街买首饰，连早朝都笑呵呵的。看样子侯爷是彻底明白谁才是心尖尖上的人了。夫君不过是觉得这些年亏欠了我和阿软，想补偿一二。其实啊，我不奢望什么恩宠，只要能管好这个家，保阿软平安长大，也就知足了。姐姐就是太淡薄，现在满京城都说永宁侯浪子回头，跟姐姐是举案齐眉，当真是神仙眷侣。举案齐眉也好，形同虚设也罢，我这辈子就这样了。神仙眷侣，赵桓不过是需要一个完美的妻子，来掩盖他被一个医女耍得团团转的愚蠢。
这场戏谁当真，谁就输了。去把库房那几匹新到的料子拿来，给2位夫人挑了带回去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赵环，我这块遮羞布，你还能用多久？何姐姐，你这园子打理得当，真是幽静，半点杂音都没有，可见是治家有方。那是自然，如今侯爷心思全在姐姐身上，这府里上下谁敢不尽心？坏女人，你还我的命来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当众撕烂你这张虚伪的脸！疯丫头，你想干什么？救命啊！各位夫人救命！侯夫人杀人了！她嫌我碍眼，趁着没人的时候就把我关起来毒打。你们看我这伤，都是她弄的。她是京城最恶毒的毒妇。阿莹，你手上的伤是你自己握着的瓷片划出来的，让2位妹妹见笑了。这孩子自从知道自己身世卑微后，便受了刺激，落下了疯癫的病根。我念他年纪尚小，不忍将他送往庄子自生自灭，便一直留在府中调养。没成想今日竟然惊扰了贵客。你撒谎！何之一，你这个毒妇，是你换了那碗水，是你害我变成杂种的！阿莹，想污蔑我，那你得先看看这满府上下，甚至这全京城，有没有人会信一个杂种的话？你想拉我下水，可惜你连当我诱饵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是魔鬼！明月，2小姐发病了，带下去好生看着，别冲撞了贵客。何之一，你会有报应的，你会有报应的！高兄，听说你最近变了性子，整日窝在家里陪那个小门小户的夫人，这可不像当年的铁血少将军啊！莫不是在那边关待久了，连骨气都磨没了？以前你不是最烦那些繁文缛节吗？闭嘴！本侯那是为了阿软，本侯欠了那孩子10年的父爱，如今回来了，多陪陪他怎么了？陪孩子？我看你是怕了你那位夫人吧？行了，跟兄弟们还装什么深情？那何之义端庄是端庄，可这种木头美人看久了不嫌腻味？走，去个真正销魂的地方。醉春楼新来了一位花魁，一名青云，那眉眼，包你见一面就心动。走，这闷酒喝的确实没劲，本侯今日倒要看看那青云到底有多销魂。哎呦，这不是威震天下的永宁侯爷吗？哪阵风把您这尊大佛请到奴家这儿来了？真是让这醉春楼蓬荜生辉呀！废话少说，叫你们这儿最漂亮的、最有灵气的姑娘都出来，侯爷今儿个要寻个痛快，赏钱管够。得嘞，青云姑娘，快下楼接贵客，侯爷到了。看谁有那个本事，能让本侯舒展这眉头。是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家青云。侯爷，您这眼神倒像是要把奴家给吃了。侯爷，夜深了，夫人还在正房等着，咱们该回了。提他干什么？晦气！他整天端着那副侯府夫人的架子，规矩这规矩那，本侯看着就累。他哪懂什么是快活？他就是个守着牌位的木头人，在这里，本侯才是自在的。侯爷别气，既然夫人不懂心疼人，那奴家就给侯爷唱支曲子解解闷如何？唱，给本侯唱到天亮。那个家处处都在提醒本侯是个被野女人耍了10年的傻子，只有这儿，本侯才觉得自己还活着。只要我捏准了这一抹蓝色的心思，以后这侯府的富贵还不全落在奴家手里？夫人那般全心全意为你，你却在这彻夜不归。侯爷，你当真是自寻死路。哎呀，这不是何妹妹吗？这几日京城风紧，我还以为妹妹要在府中好生歇养，没成想竟在这儿撞见了。老姐姐挂心，阿软在书院念叨着要换新裙子，我这做娘的总要亲自来看看料子，不能让孩子觉得家里冷清了。妹妹真是心宽的让人心疼。外头关于侯爷在醉春楼连宿3日的胡话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那种地方出来的狐妹子，哪能跟妹妹你这主母比？夫君在外征战10年，许是还未适应京城的寂静。只要他平安，我在家里多等几夜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何夫人真是全京城最大度的正妻了，永宁侯也太不知足了。掌柜的，这颜色真亮。夫人好眼力，那是安乐公主定下的，
今儿个下午公主要亲自来试衣呢。深蓝，这颜色当真是美得惊心动魄，像极了一位故人。小姐，您到底听没听见奴婢说话？现在外头传的可难听了，说侯爷为了那个叫青云的贱人，把半个侯府的库房都搬空了，连大小姐回来的利银，管家都敢推三阻四。这侯府的天，怕是要变了。阿软的利银，我早已从自己的私账里补齐了。至于他撒多少银子，撒的是赵家的，又不是我何家的，随他去。小姐，奴婢是心疼您啊，您为他守了10年活寡。他回来才安分了几天，就又钻进那温柔乡里去了，这分明是没把您放在眼里。明玉，狗改不了吃屎，我本就猜到他本性难移，若他真能一直装下去，我倒要发愁了。云衣阁那边，我打听到安乐公主今日未时要去取金东的新衣，这消息准吗？准的。掌柜的亲口说的。好，派人去醉春楼传个口信，就说我想定做了给宫里贵妃娘娘祝寿的正服，今日非取不可。但我头风犯了，实在动弹不得，请侯爷回府时顺道取了。记住，一定要当着那个青云的面，说是给贵妃娘娘准备的。侯爷，您都陪了奴家3天了，难道就不怕家里那位贤惠的夫人带人来抓奸？提他干什么？没去，他整天端着一副主母的架子，本侯看着就累。还是你这儿像极了当年的他。侯爷，夫人派人来传话，说是给贵妃娘娘祝寿的正服做好了，请侯爷回府，顺道去云衣阁取一下。夫人病倒了，实在是没人支持了。麻烦，这何之意真是越来越没分寸了，这种小事也敢来烦本侯。侯爷息怒，既然是给贵妃娘娘的，定是顶要紧的事。您若是不去，回头夫人告到宫里，奴家可担待不起。他敢？不过是取个衣服，也罢，本侯这就去拿了，摔在他脸上，看他还敢不敢坏本侯的兴致。掌柜的，这颜色当真不俗，本宫穿上它，倒显得那些红红绿绿的庸俗了。公主乃金枝玉叶，这颜色也只有公主才压得住。衣服在哪？侯爷，这是内堂，惊扰了贵客，咱们担待不起啊！是你，你果然没死，你终于肯回来见我了。哪来的醉汉？给本宫乱棍打出去！又要丢下我吗？又要逃到没人的地方去吗？我不准！非礼啊！有淫贼，杀了他！给本宫杀了他！别走了，我们回边关，以后再也没人能拆散我们。不准走！边关的月亮那么冷，只有你是暖的。跟我回去！放开我！你这个满身臭气的畜生！救命啊！杀了他！永宁侯，你在干什么？皇兄，救命啊！皇兄，你要给安乐做主啊！赵华那个畜生，他在云衣阁，他竟敢公然非礼臣妹！你说谁？永宁侯赵桓？他喝得醉醺醺的，当着那么多个人的面把陈妹扑在地上，口口声声说陈妹是他的，是他什么人？放肆！简直是胆大包天！传朕密旨，即刻查封云衣阁，将赵桓那个混账给朕绑了，打入天牢。朕要亲手剐了他！陈妹没脸活了！皇兄若不杀了那个淫贼，陈妹今日就撞死在这大殿之上。安乐放心，赵家即便有天大的政力，也保不住这颗狗头。传令禁卫军封锁消息，谁敢议论公主半个字，杀无赦。至于赵桓，给朕重重的审。怎么回事？侯爷不是去云衣阁取衣服了吗？怎么弄成这副模样？塌了，天塌了！侯爷他在云衣阁，他非礼了安乐公主，现在已经被禁卫军当场拿下，直接拖进慎刑司了。老侯爷，这可如何是好？
环儿平日里虽糊涂些，可也知道尊卑，他怎么会冲撞到安乐公主头上去？那可是皇上最疼的亲妹妹啊！冲撞，那是冒犯，是亵渎，是足以让我们赵家灭门的死罪。圣上刚封的战功，封赏的旨意还没干透，他就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发酒疯，这简直是在断我们侯府的根。父亲，此时动怒只会伤了您的身骨，于事无补。夫君虽犯下弥天大错，但当务之急是趁着圣旨还没下达，尽快入宫探听圣意。知意，苦了你了。他在外面花天酒地，闹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丑事，还要让你在这儿撑着这个家。父亲，姑母赵贵妃正得圣宠，若能求得姑母在皇上面前替夫君周旋一二，或许圣上能念在夫君往日边疆血战的份上，保住他一条性命。对，求贵妃，知意，快随我进宫。打得好，赵桓，你这个负心薄幸的畜生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知意，好孩子，快起来，这地砖寒气重，瞧你这小脸白得像纸一样。多谢姑母，知意不累，只是想到夫君在那死牢里受苦，心里就难受。老侯爷，本宫实话实说，环儿这回是真失了心疯，放着这么温婉贤惠的嫡妻在家里守着，偏要去那云衣阁非礼公主，她眼里还有皇上吗？还有本宫吗？是臣妾教导无方，求娘娘救救环儿。本宫方才在皇上面前，那是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。皇上本想赐她治酒，是本宫拿出了当年的先皇遗诏，但这顿重罚，她是非受不可了。只要能保住夫君性命，知意愿意长斋礼佛，散尽嫁妆，为夫君祈福。多好的媳妇！赵桓那混账真是不配。传陛下旨意，永宁侯赵桓酒后无状亵渎金枝，念其携带军功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即刻杖责30，剥去冠冕。30杖，赵桓，你的腿骨可得争点气，别断得太快了。30杖，皇兄终究还是念着那点老屎子战功，舍不得要他的狗命。公主息怒，贵妃娘娘在御书房跪了2个时辰，陛下确实不好当众赐死。他赵桓是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守边疆的一条狗，竟敢用那双摸过死人的脏手碰本宫！明面上皇兄要全了功臣的面子，海地里本宫绝不让他好过。去，从本宫司户里拨500两金子，买通刑部行刑的刘太监，告诉他数目1分不差，但我要那30板子落下去，每一棒都要让他记一辈子。公主的意思是？我要他碎的是骨，断的是筋，从此变成爬都爬不起来的废人。去办。侯爷，忍着点儿，这板子有讲究。公公，救我！行刑！赵桓，这便是你给那个医女求来的复古，滋味如何？明玉，带人把老夫人送回去，请侧院的大夫照看，去准备烈酒、干净的帕子和足够的止血散。老侯爷，侯爷这右腿关节骨已经碎成了粉，筋脉也断了，不便是什么意思？本侯要听实话。就是侯爷此生走路都将步履蹒跚，再也无法跨马提刀上阵杀敌了。放屁！本侯是3军统帅，谁敢说我废了？夫君，别动，你若再动，这双腿就真的保不住了。知意，他们骗我，你救救我，我还要回边疆，我还要带兵。夫君放心，妾身在，侯府就在。嘿，新鲜事儿！那永宁侯赵桓昨儿被打断了腿，成了个瘸子喽。战神变废神，听说是喝醉了去抢公主，当场就被内奸废了。呸！活该！平日里仗着战功横行霸道，连公主都敢碰，这回老天爷开眼，看他以后还怎么神气！小姐，侯爷还是不肯吃，说那是害人的毒药，方才还把药碗砸在了送饭的小厮头上。滚！
都给我滚！本侯不是废人，滚开！老侯爷，您这把年纪，何苦再去求那些势利眼？环儿废了，这侯府的爵位得保住，哪怕是去跪那些新跪的冷板凳，我也得去。公公以前最爱在园子里下棋，如今却要为这废人儿子去摇尾乞怜。赵环，你一个人的私欲拖垮了整个家族，这债你拿什么还？造孽，真是造孽！我赵家世代忠烈，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孽障？佛祖，你要罚就罚我，救救环儿啊！母亲，别太伤心了。夫君虽伤了身子，但好在命保住了。儿媳已经重金派人去访名医了，不仅是京城，连塞外、南疆，儿媳都派了人去。只要有一线生机，知意绝不放弃。知意，好媳妇儿，这个家现在全靠你撑着了。那个逆子，他不懂你的好啊！母亲放心，儿媳生是赵家的人，死是赵家的鬼。这个家，我要他从里到外每一寸都打上我何家的烙印。夫君，再苦也要喝。这是妾身托母家人脉求了3日才请回来的城南李神医。神医说了，这钻骨针法只要坚持针灸，或许夫君还能有站起来的一线生机。只要能站起来，本侯就是剐了一层皮也认了。神医，怎么样？我刚才觉得热，是不是能动了？侯爷，那是银针激发的余热，伤太深，碎骨已入髓，臣无能为力。小姐，您为他跑遍京城，他连句谢都没有，您何苦这样作践自己？他是我的夫君，我岂能不难过？我不请名医，公婆怎么会觉得我这个儿媳深情至极？可您明知道那腿治不好了。明玉，如果不给他希望，他怎么会一次次体会到什么叫彻底的绝望？我就是要让他明白，他这辈子只能烂在床上了，只有废透了，他才会死心塌地当我的青云体。赵环，比起阿软受的苦，这点骨科之痛才刚刚开始。去告诉库房，神医的赏银翻倍，这种实话我很喜欢。是。夫君，李神医说这药得趁热喝，妾身煨了2个时辰，您好歹用一口。滚！神医哪来的神医？都是骗子！他们看本侯的眼神，像是在看一个废人。你天天守在这儿，是不是也在心里笑话本侯连路都走不稳？夫君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在知意心里，夫君永远是那个凯旋而归的统帅。只要知意还有一口气，定会寻遍天下名医治好夫君。知意，快放下这些脏活，让下人做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实诚？婆母、公公，是儿媳没用，没能伺候好夫君，让夫君动了气。环儿，你看看知意被你熬成了什么样子，老夫以前真是错怪这孩子了。知意，你嫁入侯府这些日子，赵家没少给你委屈受，如今环儿这样，满府的人都打起退堂鼓，唯有你撑着。婆母言重了，儿媳与夫君一体。好，好啊，好。拿着，这是我和你公公的补偿，往后侯府的重担，怕是都要落在你肩上了。你母家势弱，手里没点私房怎么成？知意，谢过婆母。你来做什么？看本侯如何像个狗一样爬行吗？夫君胸中有秋色，妾身昨日收拾书房，见到了夫君早年的诗稿，
长河落日孤城闭，夫君年少武艺超群，远征10载，令敌军闻风丧胆，那是何等的风光！难道这小小的京城，当真要成了夫君的囚笼？回不去了。一个走起路来左右晃荡的瘸子，上得去马吗？那些下属怎么看我？自我朝发力是没听说过跛腿的将军，可你赵桓，难道是靠那条腿打胜仗的吗？你是靠脑子里的谋略，靠手里的战刀。边关的刀剑没能杀你，京城的流言却让你自尽。赵桓，与其在京城让人指指点点一辈子，不如回边关，用敌人的头颅把那些笑话你的人全部踩在脚下。重回边关，可我的腿……只要你还是统帅，谁敢看你的腿？谁敢提一个字？你要做回那个狼，而不是关在笼子里的残废。好，本侯回去。这10年，我对你那样冷淡，回京后又那般混账，你为何从不怨我？夫君说这些做什么？以前的事全当是一场散不去的雾，如今雾散了，见着太阳便是好的。难为你这般明理，从今往后，本侯定会把这10年的亏欠1分1毫都补给你。补？你拿什么补？拿你那条命，还是赵家这100年的基业？我要为你画一幅小像，边关宫寒，风沙迷眼。若没有这幅画带着，我怕在那边关的深夜里撑不下去。夫君画的细致些，知意没去过边关，不知那里的风沙。知意只能在这京城日日祈求，盼着夫君在沙场再立不世之功。为了你，为了阿软，本侯定会带着战功凯旋。小姐，您这一站就是2个时辰。侯爷刚才在外面瞧见您亲手做这些，眼圈都红了，直说这辈子欠您的还不清。欠不清才好，这份情越重，他在边关想京城的心就越乱。糕点虽甜，吃下去的是牵挂，更是索命的钩子。多吃一点吧，赵桓。这大概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吃我做的东西了。知意，等我回来。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侯府没有你在，空气都清爽了许多。小姐，您快看这个，这是赵安刚从边关送回来的密信。那赵桓当真是个人渣，他一边给您写这种恶心的家常话，问您冷不冷，一边竟然在边关又娶了那个医女。赵安说他在全营将士面前摆了3天3夜的喜酒，对外都称那医女是正头夫人。他把您当成什么了？我早该想到，永宁侯府当初之所以选我，不就是因为我娘家势弱，在这朝堂上毫无依仗，听不到千里之外的边关风声吗？他以为他在边关瞒天过海，就能心安理得地享受我的伺候和那个女人的温存。赵安这个眼线，这10年总算没白养。知意，我以为我这回真的回不来了。这次腿伤恢复我才看清，功名利禄都是空的。往后我再也不去边关了，我就守在京城，守着你，守着阿软过日子。圣旨到，永宁侯赵桓护边有功，其妻何氏贤良淑德，克勤克俭，特赐封1品诰命，受恩旨封赏。知意，听到了吗？你现在是1品诰命了，以后咱们就这样安稳过日子。夫君，你糊涂啊！你说什么？夫君这回重伤，全京城都在看。若你此刻退缩，旁人只会说你是怕了，说你是废了。阿软如今已长成，日后若想在京城贵女中立足，不被那起子小人看清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夫君在沙场立下的不世之功。你是战神，岂能困于这侯府的方寸之地？
当个终老病榻的闲散贵尽。你不想我留下？我是你的妻，我当然想。可北境未平，若你此时不去，谁来保这京城的安稳？谁来做阿阮真正的靠山？夫君，你要去搏一个真正的泼天富贵，为阿阮，也为你我，挣一个无人敢撼动的将来。小姐，这可是边关传回来的家书，侯爷在那儿写了整整6张纸，事无巨细，连晚饭喝了几碗粥，受了几处凉，都写得清清楚楚。您就回这一句，连句关心疼热的话都没有，多写无益。我要让他在那苦寒之地时刻记着，他活着的唯一价值，就是在那战场上，给我换回更多的赏赐和地位。温柔话说多了，他会想家，会想回来。我要让他那颗心死在战场上。你说，他为何不肯多与我写几句话？我洋洋洒洒写了那么多，问他起居，问他饮食，他就回我这一句，他难道就不想知道我受的伤疼不疼？也许侯夫人是希望将军以国事为重。胡说！哪怕是营里那帮大老粗收到的家书，也都是嘘寒问暖。他何之意？他的心是不是石头长的？将军，也许夫人心里压根就没惦记着您。毕竟当年您在边关另立家事，全营都知道。京城虽远，但也未必没个风声。夫人若是知道了，您说她还会像以前那样疼你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是大度的，他是信我的。捷报！不，急报！侯爷率轻骑突袭敌方大营，中箭殉职了。老夫人，快掐人中！我儿竟真的没能回来。小姐，侯爷临死都在想您。您看这血迹，他定是卧了很久。有过。赵桓，在你战死沙场，为阿丸正得县主名号的那一刻，我是有过一分感激的。至于那半分情谊，早在10年前，你冷着医女在京城大摇大摆时，就已经被你亲手喂了狗。明月发丧，按1品侯爵的规格，办得要多凄惨有多凄惨。我要让全京城都知道，我这个魏王人有多心碎。阿莹见过夫人，多谢夫人这些年的供养，阿莹才能活到今日。这里面有3000两银票，你如今年岁也大了，该去寻自己的出路了。去苏州吧，那是你生母的祖籍，也算落叶归根。夫人大恩大德，阿莹这辈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夫人。您看，您当年送我的镯子，阿莹一直戴着，它是阿莹唯一的寄托。戴着好，这镯子确实是你的护身符，戴着吧。镯子里的西域奇药，早已让你的血液变得粘稠如锰。这辈子，无论谁想拿你滴血认亲，都再也不可能认回赵家。走吧，今日之后，这京城便再无阿莹这号人了。之意，他死了，那个男人终于死了。我也处理了最后一点证据，现在我已经是侯府的统领，我们可以远走高飞，或者在这府里长相厮守。赵安，你这10年确实受累了，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。那就再帮我办最后一件事，去送2小姐出城，顺便把当年的秘密彻底埋了。小姐，官府在那边发现了2具尸体，
一句是阿莹，一句面容被划烂了，看体态是赵统领。给父亲去信，告诉他城外发现了流窜的草寇商人，此案不必深究，草草结了便是。可赵安他，明玉，只有死人才会不会背叛。既然他能为了前程背叛我第一次，就能背叛第二次。赵安，我等了你10年，可不是为了等你来跟我谈情说爱，我是为了等这一刻，让你亲手送走阿莹，再让你死得其所。知意，你爹这阵子总是晚归，听说他在外头跟那个新科状元的庶妹走得有些近，我这心里……母亲，男人的富贵是咱们给的，自然也能收回来。你的意思是？男人富贵了便想纳妾，人之常情。可父亲这辈子只能有我们母女，他才是那个受人敬仰的好父亲。正巧南方受了洪灾，河宫堤坝崩塌，朝廷正愁派谁去。我会请公公举荐父亲去督办。那里凶险，且又是疫症多发。若他平安归来，便是不世之功；若回不来，母亲，您便是一品诰命，忠臣遗孀。阿阮会有您这位名声很好的外祖母作为后盾，谁也不敢轻视。娘，为什么大家都说父亲和外公是英雄？阿阮，记住了，情爱和所谓的英雄名，都是男人的勋章，却是女人的枷锁。不要相信男人的情深，那是最廉价的东西。唯有握在手里的权，刻在骨里的算计，才永远不会背叛你。赵桓，你若战死沙场，是我的荣幸；你若死在我手里，才是我的解脱。